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。今天是第53期。80年代末是街机发展的黄金时期，把已经成功的街机游戏移植到家用机上，一直是各大厂商重要的开发策略之一。红白机由于机能的差距，想要直接移植同时代的街机作品已经相当的困难了。如果是要按原样移植，必须伴随着大幅度的缩水和妥协，游戏素质相较于原版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，所以有些移植作品就会走修改玩法、添加新元素的路子。少数这类改版的移植能够收获不错的评价，甚至是超过原版的水准，但大部分还是失败的案例。具体采用哪种移植策略，就要看厂商的决策了。本期就有好几款街机的移植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素质都怎么样。SD 高达世界扭蛋战士2胶囊战记。万代旗下 SD 高达扭蛋战士系列的第二部作品，第一部是1987年11月发布在磁碟机上的混乱大战，在第29期介绍过。本作由人类娱乐开发，新正工业发布。新正工业算是万代的子公司，之前主要从事玩具业务。这作舍弃了磁碟机，以卡带的形式发布，类型和前作一样，战棋策略结合动作的形式，系统玩法上也基本继承了前作，有些小的调整。得益于卡带容量的增加，开始选择地图的数量从前作的10个增加到了30个，接着选择红蓝阵营和部队的规模，可以双人对战。和电脑对战时 AI 的难度还是用4个不同的漫画脸表示，目标依然是通过生产 MS 消灭敌方的势力，并且占领对方的基地。占领中心的设施，白色的殖民地，能增加我方每回合的收入，或者用于机体的能量恢复。单位生产可以在基地以外的工厂进行，最多7个不同的地点。每回合的行动次数从前作的3次增加到了12次。移动机体、间接攻击和生产单位都会消耗行动次数。双方机体接触后发生战斗。切换画面，限时60秒的计时制战斗。除了 A 键发射远程武器、B 键近战武器之外，还增加了一个 AB 键使用特殊攻击。战斗过程中出现的随机道具，除了能量恢复、能力增强这些，新增加了一个招财猫，作用是增加持有的资金。不同的地形也会对战斗产生影响。在机体方面，紧跟当时动画的节奏，本作加入了88年上映的《机动战士高达逆袭的夏亚》里的机体。另外，战舰除了可以间接攻击，还可以携带机体进行恢复。本作在系统玩法上没有太大的改动，但换成了卡带后，解决了电脑 AI 思考时间长这个最大的问题。不过行动次数增加和地图扩大并没有让游戏的节奏变快，一场战斗的时间依然很长。不同机体之间的平衡性较之前有所改善，并且更加注重对于数据的把握，加强了战略性。电脑的 AI 受限于8位机的性能，现在看来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性。整体来说，这还是一部很不错的战略作品，个人评价3星半。解谜大作战。本作是由富力克开发，南梦宫发行的一款动作解谜作品。游戏的设计师是宝可梦之父田尻智，这也是田尻智和富力克公司的处女作。除了日版，1年后由哈德森发布了美版。双人游戏能增添不少乐趣。2个版本的故事设定稍有不同。日版里主角卡顿是一个生活在娃娃国度的男孩，他有3个兄弟和一个叫昆蒂的姐姐。当卡顿有了女朋友珍妮之后，昆蒂认为他心爱的兄弟会被带走而变得嫉妒。3个兄弟也暗恋珍妮，于是与昆蒂合谋绑架了珍妮。卡顿和他的朋友帕顿前往营救。美版的故事也是营救女友，但人物名字有些区别，另外有些图形也做了替换。进入游戏后，有8个房屋围绕着一个城堡，房屋是可选的关卡，每个房屋里都有一个特定形象的玩偶作为敌人。不同的玩偶有自己的行动方式和特点。每个房间都包含了10个关卡，每关的场地都是5×7的方形面板，玩家不能触碰敌人，通过翻转面板弹开敌方角色，将敌人撞倒在墙壁上就能将他们消灭。清除全部的敌人即可进入下一关。通过翻转面板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，它们都有不同的效果。同一块面板反复的翻转也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。
通常一块面板有2到7层。特殊的面板类型里，最常见的是五角星，收集100个奖励1条生命。交叉面板以十字的形式将整行和整列翻转一次。太阳面板除了所在位置，所有的面板都翻转一次。奖励面板离开当前的场景，进入奖励的阶段。月亮面板场景变黑，普通面板被星星全部取代。葡萄、草莓、樱桃等图案的是分数道具，还有奖命和多个星星的道具。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面板，如会出现敌人或者是破损痕迹的面板。总共有10几种形式。房屋的第10关有一场 BOSS 战，有的敌人也具备翻转面板攻击的能力。通过全部8个房间后，进入中间的城堡。常规的关卡是90关，游戏还设计了一个里世界，有100个关卡，要按顺序游玩，同时难度会变大。作为一款动作益智类的游戏，内容还是很扎实的，关卡的变化相当丰富，敌人的动作也有鲜明的特点，角色形象制作的也很可爱。双人游戏可以选择不同的关卡轮流游玩，也能选择相同的关卡一起游玩。整体的设计理念也秉承了易上手难精通的特性，个人评价3星半。谍杀俱乐部，或者叫谋杀俱乐部，是 JB 哈罗德系列的第一部作品。这个系列是由 River Hill Soft 开发的侦探冒险游戏。本作最早1986年发布在多个电脑平台，主机端除了移植到红白机，还登陆了 PCE 平台。PCE 上发布的是 CD 版，可以从画面看出游戏内容焕然一新，使用了真实人物的图片，对话时还有全程配音。还是回到 FC 版的介绍，在美国农村地区自由小镇郊区豪灵顿学院门口附近的停车场，罗宾斯贸易公司的总裁比尔·罗宾斯被发现死于谋杀。JB 哈罗德是自由镇的一名警探，他要用已有的线索作为证据，查明罗宾斯谋杀案的真相。系统上还是命令选择式的文字冒险，但本作的命令系统相当的繁杂，与其他很多侦探冒险游戏强调地点调查不同。本作的重点是通过和人物对话进行详细的调查。游戏从警察局开始，以向涉案人员收集信息的形式推进，涉案的人数超过了20人，再把其他的相关人员加起来，有将近30个角色，而且可以向包括涉案人员的所有人询问9类个人信息，与案件相关的问题大约也有4到10种。因此面对每个人时，命令的数量相当的多，选择一个选项后会弹出一个单独的窗口，显示子菜单，可以去的地方也很多。随着故事的进展，地点会增加。移动时，画面呈现区域地图，选择一个区域和该区域内的地点。在警察局内可以进行法医鉴定，这也是调查内容的一部分。还能和检察官交涉签发逮捕令，将嫌疑人带回警局来进行审问。在审讯的过程中，同样也是有很多的指令选项。虽然可进行的指令非常多，但游戏的解谜并不难，也是属于可以用逐个命令尝试的方式来进行破解，只不过因为选项太多，会显得比较繁琐。对于喜欢一点一点收集信息的玩家来说，这是一款非常好的游戏。但如果是为了享受故事和场景，就会感觉面对一个平淡而且繁琐的游戏系统。电脑端的原版在日本还是很受欢迎的，主机端的话 PCE 版是一个更好的版本。个人评价2星半。脱狱，由 SNK 开发的横版动作作品，1988年发布街机版，4年登陆到红白机平台，发行了日美欧3个版本，日版由 K Amusement 发布，欧美版本 SNK 发布。主机端的这个移植继承了街机大部分的内容，但也有些区别。原版可以双人同时游戏，玩家控制2名军人囚犯，从牢房逃脱并消灭敌人的首领。红白机的版本只能单人游玩，背景设定也稍有不同。一名代号为巴特的 A 国陆军士兵被俘，他潜入敌方基地，根据指挥官的命令消灭敌人的头目。操作上 A、B 2个按键分别是踢腿和出拳，同时按下 A、B 键跳踢，朝反方向结合 B 键向后出拳。街机版当中的头撞招式在这里被删除了。进入小屋和房间后，清除场景里全部的敌人后得到道具，包括出拳攻击力翻倍的指套，不受敌方子弹或刀具伤害的字母 A， 回复生命的字母 L。
这些装备道具在过关或者失去生命后会消失。敌人掉落的攻击道具包括了可以投掷出去的小刀、有限弹药的机枪，拿枪时 A 键发射子弹， B 键用枪托攻击，特定的位置还要捡起掉落的手榴弹，用于消灭 BOSS 等等。红白机版总共5个关卡，每个关卡之间有一个过场片段。第一关从营地逃脱，用手雷炸毁敌方的直升机。第二关在敌方基地 ，BOSS 能使用机枪向多个方向发射子弹，近距离的时候还会扔手雷。第三关的场景是丛林， BOSS 战在一个空间狭小的电梯场景里进行，消灭 BOSS 他会从电梯上掉下去。第四关在敌方的仓库， BOSS 主要的攻击手段是手枪。第五关一开始会面对装甲车，和第一关一样，也是要用手榴弹炸毁它。之后还是丛林的场景，面对最终 BOSS 敌方的指挥官。相比于街机的原版，少了双人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缺憾。尽管后来也有双人的改版游戏，新增加的 BOSS 和一些场景水准都不错，总体的难度比街机版要低。在红白机上，画质和 BGM 的表现都相当的出色，但音效和战斗的效果比原版要差一些。另外，敌人的动作逻辑有时候也会让人不耐烦。个人评价3星半。红白机侦探俱乐部2：站在身后的少女后篇。任天堂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侦探冒险系列的第2部，在上期视频里介绍了本作的前篇，简要介绍了系统的特色。这里就再来简述本作的故事。15岁的少年主角为了寻找父母，成为了空木侦探社的助手，被委托调查丑美津高中的女学生小岛洋子的死亡事件。丑美津高中里还流传着站在身后的少女的鬼故事。案发现场除了另一个主要角色菊部美协助主角调查，还有学校的班主任日比野达也。一段调查后发现和15年前的金田元次郎被杀案有关。当年学校的一名叫做浅川忍的女孩曾经出现在案发的现场，之后她就失踪了，并且学校里站在身后的少女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。15年前的死者金田曾经做过高利贷的生意，学校的看门人田崎敏夫曾向金田借钱，他一度是被怀疑的对象，但当年案发时他受到校长浦部的委托，正在学校修复墙壁。也曾经有人怀疑当年校长浦部将浅川忍杀死，并将尸体带走，藏在了学校的某个地方。主角猜测就在修复的墙壁当中，但随后就发现浦部自杀了，还有一封承认罪行的遗书。见到了这一幕的班主任日比野终于忍不住坦白，原来当年日比野对金田怀恨在心，并将其杀死。青梅竹马的女孩浅川忍目睹了这一幕，在逃离的过程中被校长浦部开车撞倒，浦部将受伤的忍带回了学校。忍醒来之后想要呼救，却被日比野用花瓶砸到了头部，将忍杀死。15年后，小岛洋子发现了真相，也因此而死。然后就是游戏里给当年的小孩带来阴影的一幕。坦白一切之后，日比野掏出了刀，将主角和菊部美逼入走廊的死胡同的镜子跟前，刀刺穿了镜子，并将镜子打碎。身穿水手服的骷髅尸体从里面冒了出来，盖住了日比野。这个尸体就是15年前被杀害的忍。原来他死后一直都被藏在镜子里，这也是站在身后少女的真正含义。故事的最后，主角发现日比野原来是校长浦部的儿子。本作依然延续了重故事轻解谜的特色，在故事的叙述和氛围的营造上，比第一部《消失的继任者》更胜一筹。音乐和氛围结合的也很好，系统上更加的简洁。本作后来在超任上还推出了重制版，重制版又登陆到了后续的平台。21年又在 Switch 上推出了新的重制版，更适合现在的玩家游玩。游戏评价3星半。眼镜蛇快艇由 Rare 开发，任天堂发布的一款游戏，没有日版，只有 NES 版本。大体上来说是一个竞速的类型，也混合了一些战斗内容。游戏里玩家控制一辆快艇，包含多种类型的关卡，有不同的玩法和目标，以一个俯视等距视角呈现画面。B 键控制快艇加速， A 键可以发射子弹。关卡的玩法有很多种，例如在限定的时间内到达终点线，发射子弹能将敌人的快艇消灭。在行进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分数，也可能被敌方攻击。还有类似奖励关，在限定的时间内收集分数，有一些斜坡能短暂的起跳。
拆除水雷，将水雷从一个区域移动到指定的引爆区域，敌方的船只会试图抢回这些水雷，同时要躲避岸上炮台的攻击，达成指定的引爆数量过关。障碍赛在限定的时间内到达终点，沿途除了炮台的攻击，还有漂流的木头、漩涡斜坡等障碍。还有一种类似 BOSS 战，用子弹攻击一头水里的巨大怪物，画面下方会显示对方的血量。还有射击障碍，在限定的时间内保卫水里的人员等等。总共有25个关卡，中途有几次是面对不同怪物的 BOSS。这个游戏就像是一个许多没有细化的游戏概念拼凑在一起，虽然形式很丰富，但都只是很粗略的一种状态。短时间玩一玩还有些意思，时间长了乐趣很快就会下降。个人评价2星半。王冠守护者，又翻译为保皇骑士，原版是1986年的一款电脑游戏，由一家美国公司 Cinemaware 开发，在当时电脑游戏的图形质量上有所突破。NES 的版本由 Beam Software 开发，科乐美在北美和欧洲的子公司发行。本作是战略模拟的类型，以中世纪的英格兰为背景。1149年，国王去世之后，不同的派系争夺领土的控制权。进入游戏后，从4个领主当中选择一个，领主有3项不同的属性，分别是领导力、马术和剑术。初始状态下拥有一个城堡、少量的士兵和金钱，目标是要征服英格兰全部的领土。每个领主轮流执行指令的回合制形式，每个回合增加的金钱多少取决于占领的土地。指令有6项，包括了竞技活动、征战、突袭、购买军队、查看地图和跳过回合。突袭是早期快速赚钱的好方法，派一个剑客到对方的城堡，变成用剑对决的小游戏。战胜3个较弱的守卫和一个强力的敌人，就能获得对方1半的金币。操作是左右方向键控制人物移动， A 键突刺。竞技活动可以自己发起，也可以参加其他角色发起的活动，赌上自己的名誉，甚至是领土和对方决斗，获胜能得到领导分数，或者直接赢得对方的领土。有2个小游戏，骑士决斗，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，将长矛尽量的瞄准敌人盾牌的中间，这样可以最大概率击败对手。近战决斗，B 键使用盾牌， A 键挥舞链锤，结合方向键下是下段攻击。征战是扩张领土的基本指令，在这个选项下，要先将守备部队转化成出征的队伍，有步兵、骑兵和投石车3个兵种，在不同类型的战斗里各有用途。有足够的金币之后，可以花钱招募更多的部队。出征到无人控制的领土可以直接占领，双方部队直接相遇会进入到野战，通过选择攻击、坚守、轰炸和侧翼这些指令进行战斗。后2种指令要有投石机和骑兵的时候才能使用，打不过也有撤退的指令。我方城堡被敌人进攻时，变成射击的小游戏，第一人称的形式，用一把弩消灭敌方不断出现的敌人。围攻敌方城堡时，用投石机进攻，3个不同的指令破坏敌方的城堡和军队。另外，游戏里还穿插了拯救困境中的少女和在森林寻找罗宾汉的内容。电脑端的原版获得了普遍的好评，但这个移植版本做得很差，画面水准比原版差了很多。另外，在各种小游戏的操控上做得也很糟糕，游玩的过程当中，很多的时候都没有 BGM， 音效也被砍掉了很多。操作时伴随着早期电脑游戏里嘟嘟的单音，听着很难受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出击飞龙，卡普空开发的一款动作冒险作品，有一个街机的版本知名度要更高。NES 的这个版本并不是街机的移植，它和街机版几乎是同时开发的，原计划要发行日版，但后来取消了。NES 版本的玩法和街机纯粹的动作类型不同，更像是类银河恶魔城的形式，故事的情节也更接近于1988年角川书店推出的漫画。本作以2048年的反乌托邦未来为背景，由忍者组成的秘密组织 Striders 从事各项走私、绑架和破坏的活动。主角飞龙是该组织最年轻的精英，副局长马蒂奇命令飞龙去暗杀他的朋友，被敌人俘虏且成为累赘的凯恩。在寻找凯恩的过程当中，发现了组织的阴谋，正在开发代号为扎因的精神控制武器。飞龙反过来和组织对抗。
玩家控制主角从蓝龙基地出发，一开始能活动的区域受到限制，只能前往哈萨克。飞龙的武器是等离子刀，结合方向键上做出从下往上突刺的动作。人物还能使用滑铲，有些场景要利用墙壁反弹，使用三角跳到达更高的地点。在场景里要收集磁盘，拿到该区域的磁盘后，先得手动控制角色回到区域的起始位置，从画面的左侧离开，并且回到基地，在基地分析得到的磁盘来发展剧情，解锁更多的地点。另一个扩大探索区域的方式是获得钥匙，对应的钥匙编号能打开锁着的门。找到磁力靴和水靴之类的特殊装备，也能开启之前无法到达的区域。即便是初始场景，也有一开始不能到达的部分，所以有些区域在拿到钥匙和特殊装备之后，得多次前往。每完成一段内容，人物会升级，画面左上方生命值和能量的最大值上升。有些位置触发剧情后还能得到特殊的技能，包括发射等离子箭、超级跳跃、生命恢复、传送回基地等等。另外，在推进的过程中，剧情的叙述和战斗互相穿插，这个设计卡普空在之前的《西魔复活》里用得非常的成功，在本作当中也被使用。游戏的最后，前往马蒂奇的红龙基地，消灭敌人并摧毁邪恶的武器扎因。应该说，卡普空把动作类型游戏在红白机上的适配已经做得非常的成熟了，人物升级加上学习技能、发展剧情、解锁地点，用到本作当中都做得很不错。不过感觉在关卡的设计上差了一些，街机版里的大斜坡地形在 NES 版本中也大量的出现，但在这儿玩起来就很别扭。另外，利用墙壁的三角跳不好操作，个人评价3星半。雷电节奏也翻译为特殊部队，原版是1987年一款街机游戏，移植后同样只有一个美版，没有发行日版。NES 版本的移植开发是 Micronix、Sammy 的北美公司负责发行。这个版本的背景设定和街机版有些区别，玩家扮演特殊部队的成员，与拥有核武器的恐怖组织进行战斗。纵向射击的类型，玩家控制一辆战斗摩托车 ，B 键发射子弹，A 键呼叫 B7 轰炸机进行轰炸。画面的底部显示剩余轰炸的次数和剩余的生命数。游戏的特色是摧毁场景里的房间建筑，或者在特定的位置能获得不同类型的鞭车，将鞭车挂载在摩托的左右两端作为攻击的武器。绿色和红色单管的链枪，后面的关卡还有加强型的单管加农炮。绿色和红色的双管又分为纵向射击和横向射击两种。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红色方块字母 V， 是一种超级大炮，可以对角发射2发105毫米加农炮。挂载的鞭车会增加被攻击的面积，鞭车被击中后爆炸消失，但游戏里有大量的补充。其他的道具还有增加轰炸机次数和奖命等等。总共有4个关卡，敌人有红绿士兵，可以直接进行碾压，还有几种坦克、装甲车、直升机、战斗机以及堡垒等等。每个关卡都有 BOSS， 如果击败 BOSS 获得字母 B 的道具，接着会进入奖励阶段，在一个横向的直线上移动，获得空投下来的补给。其中红色的导弹图案是辅助导弹攻击，每拿到一个获得4枚辅助导弹。在下个关卡开始之后，发射子弹的同时伴随着导弹攻击，直到数量全部用完。最终的 BOSS 是摧毁敌方的核设施。相比于街机的原版，这个移植版做得很粗糙，图形水平放在同时期的红白机游戏里没有任何的优势， BGM 非常的吵，多听一会儿就会很不舒服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新燃烧职业棒球，杰里克燃烧棒球系列的第3部作品，上一作是88年8月份发布的，到本作的发布时间差不多间隔了1年。这作只发行了日版，这里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重新设计了比赛的视角，从之前的投手背后的电视转播视角，变成了上方倾斜的体育场内观看视角。左右击球手的角度还不一样，对于右手击球是从1垒侧的看台上观看，而对于左手击球则是3垒侧的看台角度。从这样的角度游玩时，击球手无法清楚地判断球路，投球时也不能很好地控制球的走向。这里还简化了击球时的操作，取消了上中下3段打击，只用一个姿势挥棒，
球被打出去之后，外野的视角也是以斜向呈现。修改后唯一的好处是能体现球的速度感，不管是投球还是击球，从感官上提升了比赛的节奏。防守、跑垒等其他的系统和前作保持一致。本作当中也继续使用了球员的生物节律，通过3项统计数据的曲线体现运动员的状态。比赛之外的内容变化包括了增加体育馆的数量、3种场地模式结合不同风格的积分牌。比赛结束时显示比分会出现一个女解说员。本作的视角问题导致了可操作性很差，游玩的体验比较糟糕。虽然评价不好，但凭借着该系列的品牌人气，销量还是很不错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龙之忍者，这又是一款街机的移植作品。原版是 Data East 1988年发布的横版动作游戏，移植到红白机上有日美欧3个版本。日版的名字是龙之忍者，由南梦宫发行。美版命名的直译是坏家伙，由 Data East 发布。2个版本发售的时间差不多。欧版90年发布，游戏名是坏家伙对龙之忍者，发行方是 Ocean。故事是美国总统被邪恶的龙之忍者组织绑架，被称为坏家伙的2人组 Blade 和 Striker 前往营救总统。有双人模式，单人游戏开场时可以选择角色。操作的方式 A 键跳跃，按住方向键上加 A 键跳得更高。B 键攻击，根据不同的情况有出拳和踢腿，也可以下蹲和向上方攻击。还有几个特殊的招式，跳起后按 B 键使用飞踢，同时按下 AB 键并结合方向键左或者右，能使出旋风踢。按住 A 键可以蓄力，人物闪烁后松开，释放火焰拳，威力强大，可以一击消灭杂兵。有时能捡起并使用掉落的武器，包括小刀、双节棍等等。其他的道具还有恢复生命的可乐和增加时间的时钟。总共有7个关卡，敌人大部分是不同颜色的忍者和武士。蓝色的是普通忍者，灰色忍者会发射手里剑和扔地钉，红色的忍者击败后有物品的掉落，还有蓝色和灰色的武士，不同颜色的女忍者和小忍者等等。每关的 BOSS 也有自己特殊的动作。第1关的 BOSS 是客串的角色卡诺夫。第2关大部分的时间在卡车上战斗， BOSS 是一个矮个子忍者，会到处乱窜。第3关在下水道， BOSS 是一个绿色的忍者，会使用影分身变出4个分身同时攻击。第4关森林场景， BOSS 是穿着盔甲的大块头，攻击力看着很强，但都是近距离，而且动作也慢。第5关火车的场景和第2关有些像， BOSS 使用锁链作为攻击武器。第6关洞穴， BOSS 是一个用木棍的光头。最后一关来到敌人的藏身处，之前关卡里的 BOSS 都会再一次出现，击败他们后面对龙之忍者的首领。这部作品没有太多的其他元素，道具的类型也少，主打一个动作和战斗。街机原版的评价很不错，红白机的移植版就做得太粗糙了，画面的连贯性和 PPT 差不多，角色的动作机械，操作也很拉胯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白狮子传说，这是 Capcom 发布的一款角色扮演作品。游戏的名字是基于198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《白狮子的传说：金字塔的比方》。电影当年仅在日本上映，没有什么名气。游戏的内容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和电影有关联，也不算完全的电影改编。除了日版，在92年还推出了美版。传说埃及的某个村庄曾经受到白狮子的威胁，许多村里的战士向狮子发起挑战。一位年轻的战士在投掷长矛之后，白狮子逃到了金字塔另一边叫做地狱之门的山洞，从此再没有出现过。为了证实这个传说，女孩玛利亚的父母来到了村子，并将她独自留下，从此就失踪了。玛利亚长大之后决定独自旅行，去寻找她的父母和探寻白狮子的传说。一开始主角从一个密室出发，系统还是借鉴了勇者斗恶龙。调出菜单后有4个指令：对话、物品、查看和活力。查看可以用来探索宝箱，活力相当于确认人物的状态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希望、勇气和梦想3个属性，分别对应常规 RPG 里的等级、HP 和 MP。 来到一个吊桥上，桥突然垮塌，主角被河水冲走，醒来之后到达一个梦境世界，在泉水边遇到仙女，就是游戏的存档点。战斗比较有特点，在大地图上是随机遇敌，
进入战斗画面后，先选择战斗还是逃跑。选择战斗之后，只有2个选项：使用物品或者是召唤。物品有面包这类回复类的，也有的能作为武器进行攻击。召唤消耗 MP， 可以叫来不同的精灵进行战斗。精灵有自己的专属 HP， 这时再控制精灵选择指令，有战斗类或者是魔法类的精灵，对应的指令也相应呈现为攻击或者是魔法。战斗获胜后只能获得金钱，没有经验值。在地牢和城镇打开宝箱，收集名为希望碎片的道具，可以提升等级，增加 HP 和 MP 的上限。精灵也会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成长，并且获得新的能力。这些精灵也是在地牢特定的位置获得，一开始的场景里能得到2个，随着游戏的推进陆续得到新的精灵。故事并不长，流程比较精简，能访问的地点和村镇并不多。 BOSS 有狼人、龙、双头蛇这类的怪物，传说中的白狮子是最终 BOSS。这部作品作为 RPG 的类型来说，系统、画面、音乐都做得比较扎实，整个冒险世界呈现出一种清新的氛围。虽然只有小女孩独自旅行，但精灵也能看成是同伴。不过敌人与角色设计也没有什么亮点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围棋指南 Hector 发行了一款围棋作品，它被定义为围棋的学习软件，而不是游戏。本作之后，从91年到94年，每年都有一部这样的指南推出。进入游戏后有5行选项，实际上是2种模式。前2行是观看名人之间的对局，有古典、现代和让子3个类别，每类都包含了21盘名人对局。第一种观战模式是自动的落子，第2种观战模式是手动，每落一子要按一下确认。后3种模式都是棋力的测试，分为初级、中级和高级。进入之后，还是在这些已有的棋谱当中选择一个，然后选择黑方还是白方。电脑自动进行几步之后，会出现不同位置的选项。如果选择了正确的落子位置，会显示一个正字。按照这样的形式连续测试，根据选择的正确率判定棋力。随着现在网络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，下围棋和学习围棋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度的改变。现在有很多的围棋 App 都包含了大量的棋谱、技巧指导、赛事对局和直播、AI 判断等等。像本作这样的学习形式已经是过去时了。个人评价1颗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下期咱们接着看88年7月份的游戏。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，还请多多支持。咱们下期再见。